在娱乐圈里，最让粉丝上头的，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高光时刻，而是那些藏在镜头后面，被工作人员无意间透露出来的小细节。因为真正的感情，往往不会出现在刻意营业里，而是藏在最自然的反应中。最近，一位化妆师分享的一段片场趣事，就在粉丝圈里悄悄炸开了锅。没有名字，没有明确说是哪个剧组，也没有直接点破是谁，但越是这样，越让人忍不住疯狂代入。尤其是故事里那位像猫一样粘人的人，更是让所有人瞬间想到同一个名字——王一博。而故事里的哥哥，那个被调侃到耳朵通红，连说话都开始结巴的人，也让人一下联想到那个平时冷静克制，却总会在某个人面前露出破绽的人。这段小故事虽然短，但信息量却大得惊人。事情发生在一次剧组化妆间里，那位化妆师说自己进组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而且特别幸运，因为几乎一直都被安排在那个小圈子附近，所以经常能看到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互动。那天大家都在化妆，现场气氛很轻松，几个演员坐在一起聊天，工作人员也都习惯了他们之间的打闹。就在这时，有位演员突然发现哥哥的衣服上粘着几根猫毛，于是顺手帮他拍掉。对方一边拍一边笑着问：“你衣服上怎么有猫毛？你把猫带来了吗？”本来只是句随口调侃，没想到哥哥却下意识回答：“没有，可能是别的猫毛飘过来的吧。”这句话一出来，现场的人明显已经开始憋笑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家里确实有猫，但真正让气氛瞬间失控的是接下来那句。那位演员继续追问：“哎，你家猫现在在哪儿啊？”哥哥很自然地回答：“在重庆。”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，那也只是普通的闲聊，可偏偏对方下一秒突然笑着补了一句：“不是那只猫，我是说那只平时特别喜欢粘着你的猫啊。”空气瞬间安静了。化妆师说，当时哥哥整个人明显愣住了，像是大脑突然空白了一秒。他先是回头看了对方一眼，然后居然开始结巴，最关键的是耳朵和脸一下全红了，不是普通的不好意思，而是那种根本藏不住的慌乱。据说他憋了半天，最后只笑出了2声，嘿嘿。就只有短短2声，但偏偏这2声才最致命，因为真正心虚的人才会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反应。如果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玩笑，大可以直接对回去，或者干脆翻白眼，但他没有，他不是生气，而是慌。那种突然被人戳中心事后的无措感，反而比任何解释都更有说服力。而对方显然也意识到自己调侃过头了，于是赶紧摆手：“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不逗你了。”可惜已经晚了，因为现场所有人大概都已经看懂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位化妆师在讲这件事的时候，语气特别像是在偷偷吃瓜。他没有明说是谁，但那种大家都懂的感觉才最让人上头。其实很多时候，真正甜的从来不是那些故意摆出来给镜头看的互动，而是这种完全来不及管理表情的瞬间。尤其是哥哥的反应，一个平时情绪很稳的人，突然因为一句话就脸红耳热，甚至说话打结，这种反差感实在太致命了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他根本没有否认，他没有说别乱讲，没有翻脸，也没有冷场，而是直接害羞了。害羞本身就是一种默认，
很多粉丝为什么会对这种剧组小故事特别上头？因为它不像综艺那样有剧本，也不像采访那样提前准备好答案。工作人员看到的往往是最真实的状态，尤其是在高强度拍摄期间，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，恰恰最容易暴露真实情绪。而像猫一样粘人这个形容也实在太有画面感。大家都知道，有些人在外面高冷的不行，话少，慢热，酷得像冰山，但只要碰到自己依赖的人，就会突然变得像小动物一样，喜欢靠近，喜欢粘着，喜欢找存在感，甚至只是待在旁边都会安心。而这种反差恰恰是最戳人的地方。很多人总以为真正的喜欢一定轰轰烈烈，但其实不是。真正藏不住的感情往往体现在这些特别小的细节里，比如下意识维护，比如被调侃时的紧张，比如别人一句玩笑就能让你瞬间红了耳朵。这些东西演不出来，因为身体反应永远最诚实。而且最耐人寻味的是，那位朋友明显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，不然也不会那么自然地开玩笑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剧组里，那只猫很黏哥哥这件事，可能早就已经是公开秘密了。大家平时估计没少看见两人互动，所以才会在看到猫毛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想到真正的猫，而是想到那个总爱粘人的家伙。这才是最甜的地方，因为真正亲近的人才会被身边朋友集体默认。很多时候，外人看到的只是舞台上的距离感，但工作人员看到的却是镜头背后的依赖感。而越是这种不小心被曝光的瞬间，越容易让人觉得真实。当然了，这种故事之所以会让粉丝疯狂讨论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位哥哥的反应实在太像恋爱中的人了，尤其是那种被朋友突然点破心思时的无措感。很多人嘴上在冷静，一旦被调侃到真正重要的人，就会立刻破防，眼神躲闪，耳朵发红，笑得不自然，甚至连平时的逻辑都断线。因为人在面对真正在意的人时，本来就很难保持绝对冷静，所以很多粉丝听完整个故事后，都忍不住感叹，完了，这根本不像假的。还有人开玩笑说，看来整个剧组早就知道谁是猫了，只有粉丝还在猜。但仔细想想，其实也挺合理，毕竟真正关系好的人是藏不住生活痕迹的。衣服上的猫毛，别人脱口而出的调侃，朋友之间默认的昵称，这些都说明有些感情或许从来没刻意公开，但也从来没有真正藏严实过。而最让人心动的，恰恰就是这种不经意。因为不经意才最真实，也正因为这样，这种小故事才会比任何官宣式互动更有杀伤力。它没有刻意煽情，没有华丽台词，甚至只是短短几句聊天，但偏偏一个脸红，一个结巴，一个慌乱的笑，就已经胜过千言万语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反复喜欢某对关系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轰动，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总会出现一种特别自然的依赖感。那种感觉就像你不用说喜欢，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你对他是不一样的。而这才是最难演的东西。也难怪那位化妆师最后会忍不住感叹，当面这么调侃，他当然接不住啊。是啊，真正心里没鬼的人，怎么会一下子红成那样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那只猫真的是大家猜的那个人，
那他私下里到